少顷，四面八方飞来一名名仙子，霓裳飘舞，仙指轻摇，在空中撒着一些闪光的粉末。湿润的花瓣，天地间响起了鼓声乐声。湖边的众弟子门人尽皆站起身来，对着空中做道揖，场面煞是壮观。看下面的小湖太过狭窄，金陵圣母便道一句：广成子师兄，咱们不如就在云上吧，别吓到这些小弟子们。广成子点头称善。于是两教仙人各自在云上盘坐，下方的各家道成又赶紧挪来2座浮空仙岛，在空中做成了观礼台，这才让两边的仙人不至于吞下悬空。但是紧接着又遇到了一些麻烦事。玉虚宫、金鳌岛、蓬莱岛等等都算是圣人道场，这些道场里来的仙人无论是修为高低，都是今日的源流之仙。按照原本定下的大会章程，5位主办仙宗的掌门要各自喊出各自大教的高手，这才是全了礼数。此时人教来人为0，逍遥仙宗掌门没得喊，最是轻松。而阐教玉虚宫的弟子本就不多，此时来了60余人，大半都是成名已久的高手，像广成子、赤星子、云中子、玉鼎真人、逍遥散人等等，那都是如同报菜名贯口一般。阐教仙宗2位掌门早就背熟了，自不会认错。可是截教这边，这群截教仙人互相之间都认不全。此刻那2位截教仙宗的掌门脑门都急出汗来了，幸好两边商量了一下，只报圣人老爷的正式弟子，这才是化解了这般尴尬。此时以来的玉虚宫12金仙中的6位，非12金仙之列的圣人弟子还有3位，其余尽皆是记名弟子。截教这边，圣人亲传弟子此刻只来了3位，还有3位在路上。当5位掌门通报各位大佬名号时，这盆谷之中的3教仙宗众弟子都要随着喊话，不断地对空中坐着道揖行礼。熊灵力小声问：表兄，这些仙人都是谁啊？这些前辈高人都是圣人老爷的弟子，造化无穷，神通广大，是这天地间数一数二的高手。李长寿含笑回答着，却传声叮嘱他一句，让他不要随意开口。熊灵力乖巧地应了一声，经受过生活鞭挞的他完全不敢给海神大表哥惹事儿。又半日后，3位仙人自天外飞来，居中一人脸圆肚鼓，笑容和气，让人一见就起善念，乃截教门内大弟子多宝道人。左侧那人面容威严，身形魁梧，面容堂堂正正，蓄着胡须，正是截教外门大弟子新晋洪荒碰瓷儿祖师爷赵公明。右侧却是一个少女，身形面貌隐藏在云雾中，报他名号才知，这是大名鼎鼎的3霄之一琼霄仙子。双方仙人各自向前见礼，下方的弟子们又起来做了一阵道揖，天地间顿时洒满了仙光，一时之间热闹非凡。阐截2教这么多大佬齐聚一堂，当真是颇为罕见之事。大会的气氛还未开始，就已经掀起了层层高潮。这还未完，当2教仙人各自归于2侧仙岛观礼台，空中又传来一声轻笑。只见一团云雾自天边飞来，转眼间就到了众仙的面前，其内似乎有一道身形，一缕玄妙平和的道韵在天地间缓缓荡开。李长寿眉头一挑，他对这道韵十分的熟悉。抬头看去，只见那云雾之中跳出了一道模糊的身影，与其说那是身影外遮掩了云雾，倒不如说那是云雾凝成了身影。这大法师这是给自己打了多少层马赛克呀？空中广成子最先站出来，先喊了一声
玄都师兄竟也来了，今日当真难得。阐教门人弟子在此礼拜大师伯。截教一方也是不甘示弱，多宝道人喊了一句：见过玄都师兄，咱们截教门人弟子礼拜大师伯。当下漫天三教仙，地上仙宗人尽皆行道一作礼，而出场就成了全场焦点的玄都大法师，此时爽朗地笑了几声，一人在空中不断地还礼。这一刻，大法师的心底更加坚定了某个信念：早点搞个小师弟应付这种场合，身边没人当真太尴尬了。湖边本是势单力薄的人教六仙宗，从掌门到弟子尽皆激动莫名，而李长寿原本紧绷的心神，此刻终于是放松了一成。玄都大法师也来了，我稍后看大法师眼神行事，安安心心的躲在人堆之中，做一个普通小弟子就是了。此正是三教气数正鼎盛，阐节相遇藏机锋，道元昆仑三有愿，法起天外自萧公。空中飘着三座仙岛，下方聚着数百家三教仙宗，三教源流大会也就在此正式开幕了。但是因为三教来的重量级高手实在是太多了，原本既定的流程也被打乱了。主办此事的五大仙宗此时只是跑腿打杂，阐教12星仙之首的广成子最先站了出来，很自然地坐在云上，开始讲述三教之源流。这一次真的是从开天辟地开始讲起，先是说了盘古开天地之后元神化作三有，随后又讲述了三有结伴遨游洪荒大地，与众先天生灵交流，与大道亲密接触。然后又讲了他广成子拜入元始天尊圣人老爷门下时，在道门圣地昆仑山某小院中度过的欢乐时光。等广成子讲完，多宝道人也站出来说起了自己那些年挨过的圣人骂，也是颇为欢乐。还记得他们在夕阳下也曾天真烂漫地奔跑。这就是三教源流大会自然生成的第一个环节，各位圣人弟子忆苦思甜。大会第二个环节便是此前就准备好的，各家仙宗掌门讲述自家仙宗的起源，说明仙宗的根脚。就如同渡仙门掌门无忧道人言说自己的师父是渡恶真人，自己当年追随师父修行多久，后来又为何开山立派。人教总共就6家道成，很快就讲完了。但当阐节两教的仙宗纷纷言说自身根脚，追认祖师爷是谁的时候，在仙岛的某些三教老神仙就偷偷地掐指推算，很快就流露出了少许恍然。哦，原来自己在久远之前还曾经指点过这般炼气士啊。李长寿坐在不起眼的角落中，仰头注视着云端盛景，心底也不由得泛起一些感慨。若是今后没有大劫，该多好。当然了，这只是桃子话，许多事是定数，也是人力无法扭转之命令。万物万事盛极而衰，万事万法尽有此理。天地不允生灵过强，若求长生，当以顺。啊，且慢！李长寿心底低喝一声，硬生生地截断了自己的感悟，将自己已有的感悟悄然间吸纳压在心底。只差一点点，他就会控制不住的顿悟，而且这一次顿悟必然会突破小境界。哎呀，当真是太过凶险了。有灵娥的前车之鉴，李长寿自然要防这一手。莫瞎想，别多想。李长寿舒了一口气，继续听三教仙宗言说前世。若大会只是这般，李长寿也觉得这次大会倒是挺有意义的。
三教仙宗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将会十分的安稳。然而不出李长寿所料，攀比环节很快就到来了，还是用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方式。三教大佬们都在此地，而下方未成仙的弟子太多了，总不能一场场的比试吧。于是阐教福德金仙洪荒炼气宗师，被后世人称为洪荒验货第一人的云中子提着花篮站了出来。这位老仙人拿出了一件后天灵宝江山小社稷图，这图内有小千世界，放置了云中子随手炼制的数百件小宝物。截教众仙飞出数百，抓了一群凶兽妖兽放入图中。而主办方五大仙宗也定下了规则，今日在场不足200岁的年轻一辈弟子尽可入内，今日表现优异者自有丰厚奖赏，稍后只要站起身来就会被纳入江山小社稷图中。于是各仙门的掌门长老对各弟子传声叮嘱，半数弟子进阶起身，被宝图飞出的光束射走。李长寿纹丝不动，坐在那儿稳如泰山。我就不去给斗仙门丢脸了。然而正此时，云上某个马赛克的仙人微微一笑，不着痕迹的屈指一弹，李长寿的心底又生出了一丝丝明悟，凝成了一个字眼：去。李长寿顿时皱眉，心底划过了少许的狐疑，但是却并未多少犹豫。遵从圣人教训，招呼一声身旁的小熊熊，两个人一同站起来。云上的玄都大法师眨眨眼，这才注意到李长寿身边有一尊铁塔。大法师的面色略微有些古怪。一道金光飞来，将李长寿和熊灵力拉入宝图中。而控制江山小社稷图的阐教福德金仙云中子也是略微皱眉。这2个人教小弟子怎么这么重啊？云中子未来得及多看，李长寿与熊灵力已经被江山小社稷图射走。这位福德金仙并未多追究，继续收纳那些起身的年轻弟子。刚才这人教2弟子中最显眼的自然就是熊灵力了，可她又并非是什么几千年一遇的美少女，半巫半人的血脉罢了。云中子活了这么久，什么没见过？莫说是那些半巫，那巫妖龙凤各2成血脉的人族炼气士，云中子都瞧见过，见多已不怪异。这位老神仙手中的江山小社稷图看似并未有任何变化，但其上已经有许多微小的黑点均匀分布在图内乾坤各处。片刻之后，湖畔已无人起身。云中子掀开花篮的挡布，其内又飞出了6颗宝珠。在这位老神仙的催发之下，6颗宝珠现出璀璨灵光。随后云中子抬手一扔，那张宝图缓缓飘落，悬浮在小湖之上。那6颗宝珠飞来，飘在宝图周遭，宝珠仙光缭绕，在湖面上空凝成了一片薄薄的云雾，又在云雾中现出了图内的情形。一幅幅画面不断流转，云中子抚了抚胡须，淡然道：各位道友，将仙识探入这宝珠之中，既可见图内全景，也可随意探查任意各处。言罢，这位面容清瘦的老神仙提着花篮回了阐教仙人的仙岛观礼台。他只是显露了一套灵宝，就让各处仙人赞叹不已。阐教福德金仙当真是不同凡响啊！虽然宝珠外加小社稷图这套组合灵宝的功效，也只有真正的先天灵宝山河社稷图诸多功用的一小部分，但是能够凭借后天宝材炼制出这般威能的灵宝，已经可以称之为洪荒绝活了。一时间，尚未成仙也并未进入宝图中的年轻弟子们仰头看着湖上云雾所呈现出的景观。
下方一道道仙石探入6颗宝珠中，观察着自家弟子的表现。而上方各位三教源流的大佬随意欣赏着其内的情形，大多都是看个热闹。玄都大法师孤零零的一人，盘坐在高空云端。他对自身施展了神通，若修为不足大罗金仙，见不到他的真容样貌。此刻，广成子和多宝道人这2位阐劫首徒，也都在暗中观察着人教的大师兄。广成子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阐教首徒，他入门尚在南极仙翁之后，但是南极仙翁随侍于圣人老爷身旁，广成子负责阐教教务，教内权柄还在副教主燃灯之上，所以大多都称广成子为首徒。别人不知，但是广成子与多宝道人却知自家老师对3清之首的太清老子是何等的尊敬，而太清老子又是何等的护短。人教那几样出名的至宝，像阴阳太极图啊、玄黄玲珑塔啊、烽火蒲团等等，哪一样玄都大法师没拿来用过？也因此，多宝道人与广成子会对大师伯唯一的弟子多一些敬重与关注。他们所见，玄都嘴角含着少许笑意，坐在那儿闭着双眼，应该是在探查宝图之内的情形。玄都师兄在看谁？多宝道人与广成子的心底同时浮现出这般问题，略作推算，却是毫无所得。此刻大法师的视线自然是落在某籍籍无名的人教小弟子身上了。凭大法师的本领，可以直接透过宝图观察到李长寿的一言一行。不仅如此，玄都甚至还可以推算出谁正在与自己一同探查李长寿，虽然此时只有他一人，但无妨。像李长寿这般此时尚不足200岁，却已经渡劫飞升到了天仙境，甚至离金仙境也已不远的人教弟子，总会发光发亮。趁着这次也要好好观察下这小家伙，若其品性当真如此前与我交谈时表露的那般，自可说服老师再收个小师弟。以后这般场合让他带人教现身，岂不美哉？玄都大法师念及于此，嘴边的笑意也变得愈加浓郁了。